大多数人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了解仅限于那个一年一度朝圣者般的股东大会，一睹股神巴菲特的风采。这家公司为巴菲特创造了830亿美元的财富。截止视频制作时，每股股价338080美元，全球最贵股票，市值5510亿美元。在美国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这家公司排名第10位，但其利润却是世界500强企业中排名第一。1965年，在其被收购时，这家公司的净资产只有2288万美元，可截至去年底，它的净资产却高达出乎想象的3525亿美元，增长了15408倍。这里科普下净资产，简单的来说就是企业的资产总额减去负债以后所得的净额。然而就是这么一家公司，它的总部也仅有25名员工，女士和老者居多，公司员工长期稳定，不增不减，也没有具体的退休制度。公司董事长巴菲特现年90岁，这家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平均年龄也超过了65岁。然而这25名员工做的事情可不少，包括重大资产配置、投资决策、风险控制、投资者关系维护、报税理财、全系统各企业主要管理层人员的任免等等。仅一年一度的股东大会就要接待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数万名股东和朝圣者。然而这家公司其实就是巴菲特误闯误撞买来的一个烂尾楼。在50多年前，伯克希尔哈撒韦是一家纺织公司，准确的说是伯克希尔精细纺织和哈撒韦工厂合并而来的一家企业，主要经营的就是各种布料，从窗帘、薄纱到衬衣，布料一应俱全。差不多到60年代早期的时候，公司陷入了困境，连续9年亏损。这时候巴菲特注意到了这家公司，因为这家公司实在是太符合巴菲特早期的投资理念了。业务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消费品，不需要太多的资本投入，关键是经过专业的会计的评估，这家企业的账目价值有2200万美元，大概是每股19.5美元，而公司以每股7.5美元出售，这个账面价值的安全边际实在太大了。稍微解释一下账面价值，其实就是公司实际能变卖的资产，比如对于纺织企业来说，库存、生产线、工厂、厂房等等都是有各自的价值，这些东西扣除债务就是公司的净资产。所以对于巴菲特来说，用7.5块去买19.5块，看起来是一笔好生意。所以从1962年开始，巴菲特开始出手买他们的股票。当时他还有一个如意算盘，是由于公司自己在不断的回购股票，所以他希望自己买下之后，管理层会来回购。后来到了1964年，管理层果然过来谈判，但根据《滚雪球》这本书的说法，双方坐在一起商定好了11.5美元的价格，但之后公司突然反悔，成了11.375美元，这让巴菲特非常的生气。他平生最重视的诚信，双边已经握手的交易，那就是谈好了。于是巴菲特一气之下开始大举在市场上购买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最终成为大股东，并且把原来的 CEO 赶出了公司。但巴菲特低估了纺织业衰落的速度，在全球化和工业升级的背景下，美国的纺织业以非常快的速度衰落，导致绝大部分的纺织厂的业务都出现了严重的下滑。从1965年取得控制权之后，伯克希尔哈撒韦就被迫不断变卖自己的资产，缩减自己的产品线。不过好在当时巴菲特已经以伯克希尔哈撒韦为平台，进行了许多其他的投资和收购，包括国民赔偿公司、国民火灾及海事保险公司、伊利诺伊国民银行、奥马哈太阳报等等等等的。到了1969年底，伯克希尔的保险业务价值每股15美元，银行业务价值每股17美元，总价值45美元左右，比起当初的成本价已经翻了很多倍。把精力投在纺织厂上已经没有意义了。想要知道这之后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就需要了解这家公司后来是如何赚钱的。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投资组合总体来讲，可以分为2大类。第一类是拥有控股地位的股权，第二类用大量资金入股一家公司但没有控股地位。先看看伯克希尔哈撒韦所拥有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拥有众多的知名品牌，包括奶品皇后、金霸王电池等等的。需要注意的一点，伯克希尔哈撒韦本部公司工作人员只有25位。出现这种现象有2种原因，一是巴菲特认为他所控股和投资的公司在原来高管的管理下会运行得很好，第二是这种去中心化的策略是他成功的关键所在。
再看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投资但没有控股的公司，这个投资组合中有银行、航空公司、日常消费公司，甚至也有像苹果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值得一提的是，巴菲特并没有止步于此，伯克希尔哈撒韦还拥有80家汽车经销商、美国第2大房产中介以及32家报社。那为什么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会如此的贵呢？巴菲特在他的书《滚雪球》中这样说道，他不希望任何购买伯克希尔股票的人认为他们能很快赚到大钱。巴菲特从没有拆分过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因为他担心这将鼓励人们尝试交易股票，并努力快速赚钱。科普下什么是拆分。举个例子，假设一个科技公司的股票一股是1000美元，公司为了吸引更多的中小投资者，就会把股票按一定的比例拆分。比如按5:1拆分的话，你昨天持有100股，到今天你会发现你有500股，但每股的价格却变为200美元，总值没变。巴菲特一直将伯克希尔的股东视为商业伙伴，而不仅仅是大型上市公司的投资者。他希望他们会留下来继续投资，因为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非常昂贵，所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买卖一股338080美元都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堪比买房时的感受。当你决定买进或卖出时，你可能会考虑长期股票，而不是明天甚至下一个小时的股价。这是巴菲特的意图，所以硬生生地把股票干到了全球最贵的股票。对于巴菲特的投资生涯中也有失败的案例，也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关键是他犯的每一次错误都是非常值钱的，因为通过这些错误的总结，最终都给他带来了更大的利润。我想这恰恰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您对巴菲特和伯克希尔哈撒韦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评论。